别撑着，啊！哎呀，这红烧人肉的味儿挺好的。你看，毛司令有话说，你毕竟不是共产党员，让我们下手的时候轻点。可你不能仗着这个欺负我们，我们就是靠这个吃饭，对吧？啊！关于高志航，你还想跟我说点什么？下次这烟换个牌子啊！高志航咋的了？啊，那不就是民国15年腊八儿？哎呀，那天老冷了，把人冻得嘎巴嘎巴的。我能在奉天街上溜达，兜里没钱，饿呀，行食儿吃啊。高二行呢，拿了一个招兵告上，据说上面的词儿是张大帅亲自拟的，有意思。有意思。我说词儿有意思，还想听不？当兵好，骑养马，挎羊刀，生财快。哎呀，记错了，升官快，发财快。媳妇儿之外还有姨太太。有志青年来当兵，就发大洋30块。我他妈让你说高志航！高志航本来不想当兵的，知道不？他看见那30块大洋动心了。当天就去报了名。那时候跟我一样，都是穷小子，谁见过那么多钱呢？哎，奇怪了，你说，哎呀，都一条道上走的人，咋就琢磨不透他呢？哎，他跟钱有仇啊，啊，哎，他啥都喜欢，喜欢娘们儿，尤其是漂亮娘们儿。哎，那个，你们没见过他那个漂亮的格粒儿吧？啊，哎，那大洋马老漂亮了。你说个犊子玩意儿说踹就踹的，给我多好啊！我就喜欢娘们儿。他喜欢升官儿、当官儿，啥都喜欢。可就是你说。就是什么？我就琢磨不透他呀！啊，我跟他吹过牛，我说，在天上我玩不过你，在地上你玩不过我们俩岁数相当，心气儿十足，真的，朋友归朋友，那暗地里较着劲呢，赌，拿命赌。他在天上赌，我在地上赌。我特别想看到结局，真的老想了。遗憾的是，他看到我的结局了，我看不到他的结局。死到临头了，这谁跟你说的？
都找了些什么呀？都审了1宿0半天了，还剩30万那点破事儿。高志航现在在天上，还有7个小时就到上海了。我想抢在他落地之前啊，不然会有麻烦的。那你那意思？你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还让我教你啊？不是，叔，这事儿吧，最后是要交到军事法庭审核的。他毕竟是个在册的上校。上校的命没有那么金贵。杨新福又怎么样？早年跟着孙中山，后来是国母的最器重的人。身为南京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还不是跟着宋庆龄下棋宫吗？啊，老头子脸一板，乱枪打成散子了。那我明白了，其实刚才他自己就意识到了。他刚才跟我说死到临头了。还算是个聪明人。这样吧，念在多年交往的份上，他应该是愧对党国，畏罪自杀。这样对让密，对他自己，都算个体面的交代。我明白了。今天晚上12点之前，我把电话打到您的卧室。你自己看着办吧。是。荣然，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我一下飞机就去了你们家，花了2块大洋收买了你们家的保姆。真的？哎，对了，这是我外公，这是我妈妈。叶老先生你好，保姆你好。好，你就是那个贴地倒飞的高志航。老先生，我那是臭显摆的，让您见笑了。哎，都说东北山东出大汉。哎呀，果真是一表人才啊！哎，哪天军务部繁忙的时候，请到我家里去做客，好吧？一定，一定。柔然，时候不早了，该跟客人说再见了吧？外公。那我们先走了，让这位少校送你回家吧。啊，我们先走了。再会啊！请老先生放心，保姆放心。就像你看到的这幅情景，1936年初冬的这个晚上，叶荣然的脸上一直带着笑，他无疑是幸福的。可这时候的叶荣然还没有到一咬牙一跺脚的份上，而高志航这部战车已经发动了，他分明听到了战争的脚步声。惭愧啊，身为堂堂的国军上校，却眼看着日本人在面前晃来晃去。那你想怎么样？我能怎么样？蒋委员长说了，说任何军警不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以免为日本人制造开战的口实。告诉你们委员长，这是最臭的方针。也是你的蒋委员长。生不逢时啊，要生在大唐盛世就好了。可惜遇到了蒋中正。我怎么感觉日本人增兵了呢？好像增加了好几百人。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天津增兵7000，把大炮、坦克都运上去了。这也是报纸上说的。我同学打电话来说的。看来我认识你认识的不是时候啊。那应该在什么时候？之前不还有葛丽尔呢吗？对了，有葛丽尔的消息吗？我想在报纸上登一则寻人启事，
这个我倒是可以帮你，我会以你的名义的。有的时候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想对这个女人表达一份自己的敬意。谢谢。先不用谢，我是有要求的。说来听听。12号是我生日，我在外滩的一个酒店订了一房间，希望你能来。就我自己吗？还有我好朋友，还有同学。既然这样，那就看我时间吧。我说过，23岁之前我是要把自己嫁出去的。你不来的话，我很有可能被别人领走哦。本人志在必得。哎，多看看吧，南京的夜景还是很美的。到家了，下来吧。咋的？要打我冷枪啊？不会打你冷枪的。哎，会选择服毒自杀。给他躲下来。兄弟啊，别往家爬了，你服的这是剧毒，活不了太久，我们就在这儿给你收尸了。啊，对，忘了告诉你，我在莫愁湖边给你置了块墓地，风景还不错哦。当兵好，骑养马，挂羊羔，快往前溜。玩快，发财快，说了媳妇儿。还有一看呀。抬走。我说过，不要叫我叔叔。我们同为党国服务，不要带入眷属亲情。是，报告副总指挥，按照您的意愿，许峥在1小时前服毒自杀了。这就对了。天亮之前给他埋了，不要搞得太寒酸。棺材选好一点的，最好是上等的楠木。啊，给我拍几张照回来。我跟他的私交不错，有空闲的时候我会去看他的。生是呼啦的，这家给惯的啊，非得编讲故事啊！这要不编讲故事就不睡觉，你说这什么海？
你啥时候回来的刚出门儿。心里还有你妈呀？哎，你这话说的，天大地大不如爹大妈大，是不是？你呀，就是个嘴儿好。你儿子这次可不是光个嘴好啊！把箱子给我拿来。这次儿子给您带礼物了。这啥呀？烟嘴儿，以后您抽烟用这个。这是给你的。哎，孩子的呢？我给尤亮带来这个。啥呀？你说一个丫头，你给她买什么枪啊？这是？我拿它当小子养呗。拿来。啊，那下回生个儿子啊？这话说的，我跟谁生去？跟你妈装的，是不是？李贵东给家来电话了，说你俩呀在上海下的飞机，说这有啥事儿，说开会晚回来。你看这开完会我就往回赶。蒙谁呢？谁半夜三更开会呀？啥会呀？见着了。不是你站那干啥呢？这长官不睡，我也不敢睡啊。啊，行，那睡去吧。哎，掏着准话了。趟着往前走。啥叫趟着往前走啊？妈跟你说呀，你长点心眼儿行不行啊？这就是逗你玩的事儿。你说别给你个顶着你就认真，你自己说说你哪儿好？我寒碜呢。寒碜是不寒碜？可是你说这还没咋地呢，你就整2个崽子，那谁见了不愁啊？是吧？你说也就那身军装，你这样一砸过上，完了再敬个礼啥的，看着像个人似的，其实你就唬乡下人。妈，你别瞧不上你家老大啊！再咋说，我这个大队长，那也是蒋委员长亲自签署的。你别拿蒋委员长吓唬我，行不行？你要穿上这身军装，不打小鬼子，那就是寒碜。哎，要我说呀，就搁咱东北农村找个媳妇得了。你能不能不操这心呢？我咋不操这心呢？我替我孙女操心呢。你说这孩子这么点个孩子，你说万一有个3长2短的，我对得起葛丽儿吗？妈呀，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咋的？说了你也不懂。你别跟你妈拽，行不行？我是不懂，但我知道饿了吃饭，渴了得喝水。为人母就得把孩子带大，大老爷们就得看家护院，顶得起门市。像你呢，英明是当兵的，拿把枪啊，还不如烧火棍，整出个蒋委员长，吓唬谁呀你？早点睡吧。哎呀哎的。值日官李贵东请训。我今天不是放你假吗？你应该好好休息啊。我知道你早上要来，所以想故意表现表现。出什么事儿了？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徐峥他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昨天夜里。怎么死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要小心了。驱逐机第4大队高志航报道，你足足迟到了5分钟啊！路上堵车，碰到了学生示威游行。
我讲到哪里了？您讲到20。二是容我大胆猜测，伪作这次视察战区后，很可能布置对共军的第6次围剿。有关方面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说第6次围剿一旦展开，务求把红军消灭光，把共匪捉尽，把延安给我踏平。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伪作对我们空军不会置之事外的。今天我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主要想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弟兄们，我们空军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张处长，于大队长跟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好像说天气。不是天气，我跟他说，如果铲除共匪就算天下一统，那日本怎么算？好，说下去。东北已成沦陷区，华北告急，天津告急，山东告急，上海谈不上告急，但黄浦江新增了一艘日本的军舰，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也已经登陆。在这样的背景下，谈铲除共匪天下一统，至少是昧中国人的良心。你这个话跟张学良如出一辙。张大公子在2个月前给伪作修书一封所谓书简，你们大家想听听委员长的读后感吗？3个字：亚西皮。我早说过，在我的地盘上不准有东北军的影子。毛司令，您搞错了，我是笕桥毕业，不是东北军。可你是东北人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籍贯在黑龙江。幸亏您的提醒，我要告诉毛司令，我家乡的抗日联军早就跟小鬼子拼起了刺刀。您知道他们现在唱什么？开头的一句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好啊，会唱吗？唱给大家听听。怎么不唱啊？害怕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于大队长，我提醒你，抗联是共军的部队。这我不管，我只是羡慕他们，抗战的权利没有被褫夺。好，说得好。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成全你。你被解职了，马上可以回家抗战去。毛司令，于大队长抗战心切，言语过激，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被解职，恐怕不能负重。你也想被解职？弟兄们，后会有期。还有谁想解职的？高大队长，想必抗战的心情也蛮激的吧？属下
愿意追随领袖的意志。好，强敌入侵，国难当头，诸位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毛某人也是热血男儿，何尝不想跟日本人血拼疆场啊？但是国有国策，军有军规，我更希望诸位体察委座的苦衷啊，轻负不死，罹难未已，这是古训。想攘外，必先安内。领袖的方略，我毛某人坚决拥护。你们那个张学良说不抗日，兵不好带，这是胡说，是无能，是托词。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只要将领意志弥坚，忠于党国，不为所动，我们一定会实现领袖的意志。现在我宣布，部队从现在起进入战备状态。全是。散会吧。高子昂，你留步。跟我来一下。军歌的人，你跟周主任汇报了？还没有。啊，如果周主任没有叫你，你就不必去了。我会跟他汇报的。是。啊，哎，那个徐峥啊，是你推荐的，怎么办到把他撵回来了？他是怎么跟您说的？你是领队，我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我怀疑他，怀疑他和意大利航空部一个叫奥里尼的有瓜葛。有他在，这次军购不干净。有根据吗？没有。那就是妄加猜测。他亲口跟我说过，说只要我签了合同，会给我一笔好处费。还有谁？除了他自己，还有谁能得到好处？他没说。徐峥没那么傻，不会把什么都告诉我。那个 MM218真有那么糟糕吗？非常糟糕。你和李桂东之间，我真不知道相信哪一个。确实，从双翼机到单翼机是飞机制造业上的一种革命。单从这一点，应该相信李桂东。但是从技能、从性能上 ，MML8在我眼里就是垃圾。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找一些专家研究研究。好，事已至此，我还是相信你的判断。谢谢。上次在电话里顶撞您，是我不对。哼，这个我不会责怪你的，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不过现在我要告诉你个消息，徐峥已经畏罪自杀。什么时候的事儿？在你回来的那天晚上。其实大可不必啊，就算手脚不干净，也不至于死罪嘛。这个徐峥啊，真是想不开啊！啊！我叫人在莫测湖边上给他定了个墓地。你是他的老乡，又是朋友，有时间去看看他吧。
你人缘不错呀。啊？我以为除了我，就没人来看你了。来，换我陪你唠会儿。不过咱事先说好了，我不跟你耍驴，你也别给我扯犊子。问你个事儿呗，你小子那么滑头，你咋就死了呢？不说算了。你挺能耐的，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是我没想到的，确实挺牛。哎，你说过啊，在地上我玩不过你，是不是？我承认，可你这次玩大了。你要再问我，我还是那句话，军购乃国之大事啊！你别给我扯犊子，有你啥事儿啊？花你1分钱关你屁事啊？你不就破领队的吗？随你咋说，你说我胆小也好，说我没种也罢，啊，那我也怕呀。我怕半夜鬼敲门，我怕有一天你许峥犯了事儿，再一脚把我给蹬了。你这样会害死我的。哎，你说真有那么一天，那我就是上对不起国家领袖，啊，下对不住我爹、我妈、我闺女，他们都盼着我打鬼子呢。可我现在呢，成天穿着这身皮，正事儿不干，混吃等死，我自己都觉得寒碜。跟你说个事儿啊，过几天我有可能要驾机去炸延安，上头逼的，我有啥办法？张学良不也没辙吗？我倒想看看，等这共产党打光了，老蒋他还能干啥？他应该打鬼子呀！打鬼子那才是合乎民意、顺乎天意。天意民意不可违。这可能是咱哥俩最后一次喝酒。一醉方休吧。我就说嘛，早晚会找我来的，不是冤家不聚头。1936年12月，蒋介石亲往西安督战，下榻当晚即在宴会上发表讲话，称倭寇是外患，共党是内患，外患是皮肤之疾，内患则是心腹之痛，内患不除，绝无抗日可言。
在他讲话时，近在咫尺的张学良已经秘密发出了兵谏的手令。这，就是历史的诡局。让他进来。是。报告。今天是多少号？12月12号。是哪一年？民国25年。民国25年，双12。民国时又多了一个大事件。你那个东北的张大公子，哼，走吧。主任，出什么事儿了？让我稍微安静一下。知道为什么我急着召见你吗？是为了军购的事儿吧？毛司令说了，说这件事情他会亲自向您汇报，除非您召见我。军购的事情已经变成次要的了。你居然什么都没听说吗？下官平日只在营区，消息闭塞。如果张学良实施兵谏，把委员长扣在西安做人质，以此要挟南京方面联共抗日，你会怎么想？这不可能。是，身为外人是不可能。可他毕竟是土匪的儿子，只要他高兴，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我对你说实话吧，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在等你的回答呢。这事太大，下官官职卑微，不便妄问。不许耍滑头，必须说，而且必须说实话。我啥都不知道，有啥实话可说的？张将军怎么想，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全部的电报内容，你看看吧。西安电台正在连续广播，不出2小时，全世界都会知道。签字的不仅仅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是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百里、蒋炳文、邵力子、卫立煌，王以哲也签字了。多了，这些人有好多是陪着蒋委员长到西安督战的中央要员。我相信，有些人是被枪顶着签字的。我觉得未必。如果主任在，主任也会签的。不说我，说你。恕我直言，东北沦陷之后，举国上下都在骂张学良，说他是不抵抗将军。他深以为耻，但心有不甘。家仇国恨集于一身，所以行兵谏有情可原。是。看来你和白崇禧、李宗仁看法类似啊。可他们嘴大，说得起。你呢？人微言轻，
是要掉脑袋的。这是中国100年未遇的大乱子，南京方面已经乱得一锅粥了。何应钦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主战者居多。他们认为张杨2人是乱臣贼子，置国家纲纪于不顾，应立即出兵讨伐，并扬言要扫荡叛逆，以尽凶愤。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刚刚给我来了电话，让我们空军做好讨伐准备。现在你明白了吧？请长官训示。你驱逐机4大队，从现在起做好准备，直接听命于我的指挥。复述一遍。做好一切准备，直接听命于您的指挥。我说的是一切，不只是讨伐。此事弄不好，会酿成全国大乱。秘书长好。志柔刚才在会上为什么一言不发？我从来不用别人水杯。这是您用过的水杯，你看，您去年还用过一次。秘书长，在座的都是些元老或者是中常委，卑职只不过是列席的旁听，连夫人都没有办法，何况卑职呢？你也知道，我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理由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回答您会更确信。高志航，我问你，如果你不能确定委员长驻地的情况下，让你率机轰炸西安，你能不能确保委员长的安全？不能。即便有了准确的坐标，也有可能误伤。你看，何况逼急了，叛军会不会？有人说，何应钦打着救主的旗号，企图借张杨之手谋杀伪作，取而代之。夫人，不要叫我夫人。秘书长，我认为敬之他是根系黄埔，自北伐以来一直追随蒋委员长，忠心可见呐。Bullshit！ 刚才他还骂了我，说我妇道人家，不懂政治，更不懂国事，居然教训起我来了。民国16年，就是他伙同一帮人，逼伪作下野。可是你别忘了，伪作第3次东征的时候，也是这个敬之救了伪作的命啊。你知道什么？这个何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是南京的亲日派。伪作的让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从未表示过任何异议。以伪作的脾气，有谁敢表示异议呢？我还是不放心。来自东京的消息，日本公开支持我们讨伐张杨叛逆，这和何应钦如出一辙。你能解释吗？依我判断，敬之
是以战逼和，而日本人则是想浑水摸鱼，两者貌似一致，其实是风马牛。你和何应钦素无私交，为何处处为他施以？秘书长，是指党国重大关头，南京群龙无首，您的作为事关重大，稍有不慎，就会天下大乱的。望秘书长三思。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对何应钦的讨伐，真的一点都没有疑虑吗？这个形势诡谲，人心难测呀。不过，他要是动用了空军，是绝瞒不过我的。此话怎讲？你看，他如果是虚张声势、小打小闹的话，那么他只是以战逼和，这样的话呢，对委员长的安危反而有利。如果他是大开杀戒，甚至动用飞机轰炸西安，那就十分可疑了。我打算亲赴西安，空军的事我交给你吧。秘书长，中常委决定，包括空军在内，所有的兵权都交给何应钦了。如果他让我轰炸，我没理由拒绝啊。你可以轰炸西安郊区。明白。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话不当讲？张杨二人通电全国，开出了和平解决的8项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停止内战，举国抗日。南京方面是不赞成，不过全国老百姓还有底层的官兵都欢欣雀跃啊。古训历来是顺民意者昌，逆民意者亡啊。不用说了，我已经派人给委座捎话了。抗日者生，不抗日死。哎，你见过张学良吗？听说这家伙抽大烟，抽大烟也那个，他还玩女人。哎，玩女人也那个。我说哪个？张学良。怎么呢？我跟你说啊，说话小心点啊，我们这次可是奉命逃匿的。我听广播了，何应钦发布命令，让顾祝同跟刘志2路大军东西并进，已经直奔西安了，钳子卡住了。张学良这回完蛋了。我看也不一定，没准啊，是老头子完蛋了。搁这胡说啥呢？啊？他没胡说。如果这次啊要把张学良逼急了，说不定他真会对老子下死手。拉倒吧啊！拿烟把嘴堵上。大队长啊，你的电话。慌啥呀？坐着。我是高志航。今天是我生日，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祝贺一下？我告诉你啊，现在战备状态，咋啥电话你都让我接呢？
长官啊，这位小姐她威胁我，威胁你啥？我要是不找你的话，她要你还我金币。喂，我说大小姐，是这样啊，你的生日宴会我可能去不了了。为什么？你不答应过我的吗？你听我说，听我说，这个电话是我的专线电话，我在等命令。别啰嗦了，好吧？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应该买一张今天的报纸，好好看一看。还有，以后不许威胁我的属下。就这样。喂，接线员吧，我是驱逐缉私大队高志恒。喂，哪位啊？接着待命。你怎么了？东北野人，军阀！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他4年的法国经历不会把他变成绅士的呀。来一个。那张学良据说也会拽几句英语，结果呢？那个蒋委员长还不是被他绑架了？什么？这也是我刚看报纸的。报上说，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给绑架了，这是报上的说法。依我看呐，这是绑票。这下有热闹好看了。我看那个宋美龄能花多少钱把她的男人给赎回来？大队长啊，还是找您的。我是不是非得关你禁闭啊？啊？是邹叔叔将军的。是我，高志航。是。什么情况？回家过周末，任务解除。你说这回别让我等那么长时间了，一会儿就完事儿。队长，啊，副驾，有事啊？那个，我俩进趟城，耍女朋友去是吧？这哥们儿说了，1个月都没沾过那什么沾荤了。副驾，你知道啥叫荤，啥叫素啊？你尝了？你个恶汉子不知道饱汉子饱。还有你，哎，现在委员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这心咋这么大呢？不是队长，我这个很焦虑，我主要是要缓解一下焦虑，是吧？行了，0点之前必须归队，走吧。是，感谢队长体恤不下，别给我扯犊子，赶紧的。走。其实我也挺焦虑的。注意安全啊！啊，
什么情况？能不能透露点消息？上头已经炒乱套了，现在是打是谈拿不定主意。你看上去倒挺快乐。听广播了吗？听了。我嗓子眼里那些话，少帅都帮我喊出来了。你不怕我告你啊？不能够，咱俩一样啊！你告我等于告你自己，是不是？你的意思，老蒋这次不战都不行？他的小命在别人手里掐着呢。你太乐观了。我跟你说啊，这可是绝密。我军统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老蒋不听劝，把遗嘱都写好了。完了呢？我们是驱逐机，何应钦不稀罕。洛阳的轰炸机现在都已经起飞了。历史上的兵变，大多是奇诡多计。我跟你说啊，真要把张学良逼急了，他会联合共匪，把老蒋一刀给宰了的。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静之啊，今天我是不请自来。夫人，不要添乱了。我们这里正在召开中常委的特别会议，你可以旁听，插嘴就不必了。事关我的丈夫，你们就不要想封我的嘴了。介公不光是你的丈夫，还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长。我们是讨论国事，不是你的家事。诸位，刚才的发言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为维护国民政府的威信，应立即出兵，剿灭西安叛军。我反对。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政府。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在座的诸位，你们谁能够担负得了领导全国的重任呢？你何应钦吗？诸位，本人也是党国的元老了，请诸位听我说一句。此一事件，国家利益应当重于介公之个人之安危，汉贼不可两立。这是祖训。如果叛军得不到严惩，必将助长地方势力抬头。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乃至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等等，皆可引为同路。我堂堂民国将四分五裂。我恳请诸位，党国为重啊！听到了吧？彼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这句话你已经说过第2遍了。我虽然是一名女性，但今天在此发言，绝非仅仅为了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造福国家，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乱，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险之灾。不仅如此，我们这么多年来为抵御日本侵略所做的种种努力，包括刚刚从美国买回的30架霍克战机，都将毁于乱举。这些你们都想过吗？我别不多言。如果何部长一意孤行，我作为中央银行行长，将冻结讨逆军的军饷。我这个讨逆军总司令是中常委授权的。哎，
何部长，请息怒，请息怒啊！坐坐坐。其实，子文也是无奈之举呀。我插一句啊，我刚刚接到日本驻上海领事岩井英一的照会，说日本内阁深切关注西安事件。如果南京接受张扬的抗日主张，那么日本将断然采取行动，以武力占领上海。这个可不是口头恫吓。军统昨天密报，日本在上海又增加了2艘军舰，并且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这个已经在我的考虑之内。这个我倒不奇怪。你身为军防部长，知道坊间都说你什么吗？我什么都知道。从9·18之日起，我何某人就担着亲日的恶名。如今西安事变，又有人说我和日本人里应外合，假借张扬之手，想谋杀委员长，篡权谋国。如果事实如此，我何某人可以倒挂凌迟了。我自信，委员长可以知晓我的苦心。我主张罚章，用意固然是惩罚叛军，又何尝不是为了安抚日本人？如果我们按兵不动，日本人会找到借口，说我们接受张扬的主张，联共抗日。倘以此为由，趁机大举进攻，我们能够收拾得了这个乱局吗？我敬之不能，夫人你也不能。要讨伐，理由多的是，何必拿日本当说辞？景之，言之有理，往下说。再者，委员长乃一国堂堂之领袖，如今沦为阶下囚。如果我们南京如果没有丝毫惩罚的动作，介公在世人面前，在全世界面前，还有什么面子可言？他可是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这层心理，你做夫人的想过吗？我本来是抱病在家，受中常委的委托，临时出任行政院院长。我采纳各方意见，我认为，单是和谈，或者是一意的讨伐，那都不是上策。只有两者兼顾，中庸之道更为稳妥。那就是借四方舆论之压力，对叛军贼子乱其心，孤其事，触之以利，动之以情，那么或许可以收到兵不血刃又可救主之效。如果讨伐是必须的，那请何总司令严令，不可以立即轰炸西安，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营救委员长出险。如果和平谈判绝望，到那时开战也不算晚吧。如果大家都不反对我的主张，那我想明天就搭我的美龄号飞往西安了。我反对。你这样等于是自投罗网，叛军又多了一个人质。实话告诉诸位，为了摸清叛军的意图，我已经事先派了张学良和我的朋友 Donald 以我私人代表的身份去了西安。他还给我回了封电报。张学良说了，他希望孔部长和我一道去西安谈判，还保证虽然发起兵变，但是他无意加害于委员长。他主要是希望委员长能够带领大家一道抗日。孔部长如今代理行政院长，危难时刻万不可离开南京。我意已决，如果
孔部长不能前去，那换个人。后外，中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30万讨逆大军即将开赴潼关。孩子，给我份报纸。给先生。后外，中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今天是本小姐23大寿，感谢诸位的光临。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时期，本来不应该办这样的晚会的。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哎，叶小姐，我打断你一下啊，不要这么说。假如军人都不知亡国之恨了，那更何况你我他呢？还是我来说吧。今天晚上本来跟一个好朋友说过，要把自己全盘抛出，把自己嫁出去。可是现在事情好像有些变化，到现在我都不敢确定那个接盘的人。等等。乐师，猎人的合唱。首先，我要向在场的每一位道个歉，请诸位原谅我的冒昧。我是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本人高志航，就是叶小姐所说的那个接盘的人。我抗议，我可能抗议无效。上校，你跟叶小姐是怎么认识的？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我更没想到，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担心你是个骗子。你说的是格丽尔。这个故事有点长，以后有机会慢慢讲给你听，好吗？那好，就跟我们说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吧。好，那我一并告诉诸位。5年前，9·18事变的第2天，我逃难离开了奉田，从北平去上海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叶小姐。不过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接受了叶小姐的邀请。叶小姐邀请我参加他们学校的抗日爱国活动。在那次游行里面，我和叶小姐被一位记者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我很恨这个记者，为什么？因为这张照片差点让我从空军出名。现在我感谢他。知道那个记者是谁吗？翁小旭。这个对我不重要。我现在想问，对于目前的西安事变，你是怎么想的？你这个提问太像一个记者了。不过今天是叶小姐的生日宴会，不太合适。在场的各位都想知道，包括叶荣然，你们说是吧？是。大家都想知道大规模内战什么时候爆发。翁小旭小姐，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这个问题你应该直接去问蒋委员长。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内战我早就打赢了。中国几千年来兄弟阋于墙的故事，大家听得不少。但是在《左传》里，兄弟阋于墙的后一句是“外御其屋”，意思是说兄弟2个人在家门口打仗，突然来了外敌，这2个兄弟就言归于好，枪口一致对外。我相信我们的中国也是这样。不知道我这样的回答让你满意吗？哎，你为啥不问问我今天为啥在电话那头发火呀？看了报纸以后，我不敢问，也不想问了。那我告诉你，我有可能要去执行轰炸西安的任务。
什么时候？明天，也可能后天。可是刚才在酒店，你什么都没说呀。搁那儿我咋说呀？啊，你的生日酒会，完了下边坐的都是你的朋友。我今天要不扯点犊子，编点瞎话，说点好听的，那我们中央军的脸面就让我给丢尽了。中央军现在的对手除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再有就是共产党了。你怕吗？怕，不过不是怕死。我怕的是有一天这内战真的打起来，这内忧外患搅和到一块儿，那咱中国就真乱套了。现在中国怎么就这么乱呢？今天是生日，不聊这些了。我快回去吧。慢点开车。再见。哎，老大呢？老大呀，后院遛狗呢。老大是你叫的吗？哎呀，你别摆了那玩意儿啊！我看着他眼晕都。他这不是要去西安了吗？我帮他擦擦枪。老大，吃饭了。啊。咋的？啊你要去西安呐？嘴咋这么欠的啊？我不跟你说了吗？战斗机密。啥机密呀？你妈还能跑风啊？你看我那就是待命啊，没个准信。那个他活着呢还是死了呀？谁呀？啥谁呀？你们委员长。哦，还在张学良手里呢。妈，你干啥呢？妈，哎呀，干啥玩意儿呢你？啊？啥干啥呀？我得拜一拜玉皇大帝、观音呐、大仙儿啥的，得保他一条小命。你平日里不挺膈应他吗？我哪是膈应他呀？我都恨他。我跟你说，我就恨不得老天打个雷，啪嚓一下把他劈成两半儿。那你说现在啥时候啊？家这么大，没一个主事儿的，不让小鬼子笑话吗？那就算放了他又能怎么样啊？你说咋的呀？那我让这几个大仙儿给他配点药，我治治他那邪病。啥邪病？你说啥邪病啊？就像你似的呗，不着四六，没个正经的。跟我有啥关系啊？扯就扯我身上了。我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半夜才回来。我说了，备战，老太太不信。谁信呢？备战，别动，这干啥玩意儿？这啥？你看，啊？这是狗毛。你拉倒吧！你们家狗毛这样啊？行了，上楼给我把衣服拿下来。你别跟我笑，老大呀，你都是有身份的人了，你可不能光摇子。哎呀妈，扯啥玩意儿呢？跟你说实话吧，我昨天去上海了。啊？叶小姐过生日。妈呀，又像葛丽尔似的生米成熟饭了。没那好事儿啊！你不说了吗？人拿草棍聊着蛐蛐呢。那我看这事儿啊，行了，啊，晚饭不回来吃了啊！别等我了。那个我还没说完呢。有啥话你跟他说。不是这事儿吧，我就得跟你说，我跟他说得着。不，你回来，小李子啊，那啥，你去把那姓叶的小姐给我接了去。哦。妹妹，我来时问了，西安这几天一直是阴雨天，独是今天，一个大晴天。哎呀，这是个好兆头啊！但愿如此啊！今天早上我做了祷告，但愿上帝与我们同行。
夫人，我有密报，西安已成了虎狼之窝，不光有叛军，还有共产党，还是万般小心为好。我何尝不知啊！但事已至此，只要和谈有一线生机，我会把一切都置之度外。Madam, what you're doing is extraordinarily movi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Before we left,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said to me that what you're about to do is create an unforgettable love story. That's ridiculous. I'm not trying to save my husband. I'm trying to save China. Madam, of course you're saving China. But you're also saving your husband. 妹妹，还是我替你说吧。救丈夫，就是救中国。下面这方兴城邑是什么地方？ Should be Linton. 看见骊山了吗？委员长就是在这里被劫持的。委员长这么多年巡回各省，我每次都伴随左右，唯独这次我身子实在不适，让他一个人来了，结果闹出大乱。报告秘书长，飞机正在降落，西安到了。啊。 戴局长，下去后如果叛军不可控制，你用这把枪击毙我，千万不可犹豫。这个我不敢，学生是来保护您和委员长的。 Then you do it. Come on. Madam, the Lord is with thee. I'm sure nothing like that's going to happen. 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没有例外，张学良此刻就在机场上。我反复想过，如何面对劫持我丈夫的人，我采取的态度很重要。成功奇迹，全在瞬息之间。我想说的是，不管张学良行为有多么暴力，我们也要强为自制。 因为这次来西安，我的唯一目的是营救委员长。留孤的讨聂大军已经到达了潼关，为了配合地面部队威慑叛军，你的轰炸机群分别从尖椒、洛阳起飞，轰炸目标是西安的外围，如渭南、富平、三原一带。炸弹带多少？ 扔多少，全扔了，不要带回。记住了，千万不能误炸西安。明白。高志航，你的4大队可以分几个批次飞到西安上空。叛军的防空力量很弱，你尽可能的放心低飞，但记住，不要发一枪一弹，必要时撒些残弹。 如果我遭遇日军飞机呢？不至于吧？如果日本人敢趁火打劫，巧遇周旋，不要伤了和气。不，干了他！是。好，执行吧。这都绕了3圈了，怎么还不下来啊？你可别忘了，戴笠可在这上面，他对你我。 可不会相信。也是啊，来了这么多的兵，说不定把他们给吓着了。老头子被我们压着，
不害怕，哼，那才怪。胡振兄啊，毕竟是第一夫人，礼数上还是要过得去啊。夫人对我不甚了解，还是你一个人去吧。让夫人受惊了，汉卿前来领罪。谈不上。大诺先生说，你把委员长照顾得很好，我感谢你。我知道同行的有子文先生和端纳先生，没想到戴局长也来了。我是不请自到，校长在西安，我这个做学生的不放心啊。哈哈哈，这么说，戴局长一来，委员长就安全了。戴局长，你说错话了。汉卿是委员长的换贴兄弟，我都放心。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冒犯，冒犯。哦，诸位如果带有武器，都请交出来。好，夫人，请。